我和妹妹同出师门，选择人生重生的她，这次先一步选择修魔，企图夺我上辈子的成就。我却笑了，这清静的修仙日子也该轮到我了。上辈子她嫌弃魔气四溢的魔窟，就选择了前途无限的仙界，却没想到仙界无趣，晋升困难，归来仍是一介小仙，而我却在魔界杀出一片天地，成了人人害怕的魔神。连妹妹爱慕的仙君也愿意为了我堕入魔窟，妹妹彻底疯了，拉着我同归于尽。回到选择这日，妹妹竟毫不犹豫地跳下魔窟。这次轮到我当这人人敬畏的魔神了。我勾勾唇，转身走向那没有尽头的天阶。这清静的日子也该让我过2天了。这天是我和妹妹七阴长到13岁，出双生门，选择修仙或是修魔的日子。双生门里收养的都是双生子，为的就是将来双生门能够一统2界，这是师门的大忌，我们不便过问，所以我和七阴不能同时选择修仙。而当我们出了山门，站在分岔路时，七阴竟毫不犹豫地走向魔气四溢的魔窟。茵茵，你确定要修魔？送我们来的师傅见他往魔窟走，担心地皱起了眉头。魔界本不比仙界，规矩混乱不说，修炼一不小心就会走火入魔，危机四伏。妹妹自小学什么都很快，而我愚钝，常常听不懂话外之意。更重要的是，以她的聪颖程度，绝不会放着正途不走，走歪门邪道。自古双生门修魔的人，没几个能成大器的，连活下来的都很少。师父本就更喜欢妹妹，此刻见她要修魔，脸上的表情都有了裂缝。齐音停下脚步，他的脸上都是即将选择修魔的激动。对啊，师父，你就等着5年后山门大会，我成为魔神，众人敬仰的样子吧。然后他看向我，得意的笑着，姐姐这次轮到我做那人人敬畏的魔神了。说罢，他纵身一跃，跳入魔窟。那一刻我就知道，他也重生了。若要修魔，须得先跳入魔窟。魔窟魔气四溢，仅仅是碰到那些魔气，就会划破手指，更别说跳下去会有多。上一世他看到我的手指被割破后，嫌弃的远离魔窟，选择了光明的仙界，将魔窟留给了我。他以为仙界强劲，邪不压正，以他的能力成神不是问题，却没想到仙界无趣，规矩众多，压抑了气阴好动的天性。教他修习的师傅又是个闲散又古板的上神，从不教他法术，只让他泡在冷水中，躺在冷床上。他为此摒弃缠身。而问起这位师傅，他总美名其曰修习内力，可修习内力枯燥，于是气阴每天找地方躲懒，躲古板的师傅的责备。因为仙力低微，他在仙界处处受制，经常被路过的小仙随手掀翻，对他强大的自尊心来说，就是一次又一次的凌迟。5年后的山门大会，他仍旧是个功力低微的小仙，而魔界尊崇能者，生活奢靡无度。我闭关许久，出来后大杀四方，成了人人都害怕的魔神。双生门的师父师兄弟们，从看不起我到为我俯首，仅仅是因为我强。当他被我轻松击落在地的时候，一双眼睛幽怨的像鬼域的鬼，他不解地冲我大喊，为什么会这样？但他也就只能喊喊。就连他爱慕的蚩尤仙君，也为了同我双修，甘愿堕魔。他彻底极度的发疯，将我推入业火坑后，自己也跳了进来，和我同归于尽。思绪飘回，我抬头看向光明大道，仙阶一共999级，不难爬，但也不轻松，是我修仙的第一步。我朝着师父鞠了一躬，也毫无留恋的转身走向那看不见尽头的仙阶。在无人看见的角度，我勾了勾唇，心中有种轻松的情绪在肆意发酵。那些亡灵在我耳边叫嚣的日子，我早都受够了。仙界确实无趣，但清静得多。教我的师傅是个无趣的老头，老头每天只拿着一壶空神醉，喝得脸颊上的酡红从未下去过。我向他请教，他就只醉醺醺的指着寒玉床、寒冰潭，叫我去修炼内力。我就照做，每天在寒冰潭运功，在寒玉床打坐，后来就连睡觉也在寒玉床上睡，坚持了整整1年。直到老头让我去拿空神醉时，我竟撞见了七阴。1年不见，他竟能潜入仙界不被发现。哟，姐姐，好久不见，你果然一事无成。七阴得意极了，掐着腰看我。一旁有月白衣袍的一角动了动，我上前准备查看，他周身突然起风，将我拍后，我跌后一步，抬手挡住，
这里是仙界，你快些离开，被发现就不好了。他显然是在与仙界的人偷偷见面。七主，你少假自卑了，你无非就是看我现在太厉害了，你自卑了。我一怔，我自小就没有想过要比过谁，我只想做好分内的事，做好七主。劝说他也是出于好心，私闯仙界可是重罪。我摇摇头，径直走向老头藏空神罪的地方。你做什么？七英下意识做出防备的姿态，随即又想到我们互换了命运，此刻我是一事无成的小仙，根本打不过他，便又放下了双手。看着我取出空神罪，他嗤笑一声，你果然还是跟了那个没用的废物，与其跟着他当废物，不如我早些送你上路，也不枉我们姐妹一场。七英，那无止境的喧嚣，你夜半时真的好受吗？我趁机逼问，他一脸的不解。你说什么胡话？说罢，不等我反应，一掌击碎了我手中的酒，可掌风凌厉，将我也拍在树上。我立马测出他的内力，也就3、4成的样子，估计是修炼了什么秘术，才营造出他法术高强的假象。上一世我在魔界，那里弱肉强食，我太弱，受了不少苦头。为了迅速强大，我把自己扔进了鬼域，那里是魔界修炼内力最快的地方，但随时都会走火入魔，每天都有无数个亡灵在我耳边叫嚣挑衅，即使我意志力再坚定，也几次三番差点走火入魔。自那以后，我虽成功成为魔神，无人敢招惹，可时常头痛难忍，没有一天清静的日子，让我生不如死。可看他的样子，似乎并没有进入魔域修炼内力。怎么样？只要你说一句服，我今天就放过你。七英款款走来，将我的脸踩在脚底。我闭了闭眼睛，撑着身子坐了起来。他见状，又是一掌，将我狠狠拍在树上。我的身体撞在树上，几乎对折，落到地上，呕出一口血来。他冷哼一声，勾起一抹嘲讽的笑，继续走来。他觉得我伤得如此重，杀了我简直易如反掌。可是这次，我又撑着身子站了起来。只听他震惊，这怎么可能？我也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，只是觉得他虽打在我身，但并不痛，反而丹田中的内力又精进不少。他还想再进攻，却听见有巡逻的天兵来。这次算你幸运，你给我等着。他一眨眼就不见了踪。我回到行宫，老头罕见的没有醉酒，可能是我没能把酒取回来，对不起师傅，空神罪被打碎了，都是弟子的错。他看我一眼，似乎明白了发生了什么，冷哼一声，坐到我旁边。跟着我很无趣吧？我一愣，赶忙摇了摇头，虽然无趣，可却是我上辈子求之不得清净。你是不是也觉得本仙很无用啊？师傅摇头晃脑的，还是第一次在清醒的状态下同我说这么多话。我继续摇头，今天的打斗虽然败了，但其中的蹊跷我能感受得到。老头点点头，满意的嗯了一声，转而又嘟囔，那也别指望我教你什么啊，我只能让你去那寒潭待着。我拱了拱手，弟子谨遵教诲。我猜这寒冰潭和寒玉床和那魔界的鬼域有异曲同工之妙。哼，跟我来，给你介绍个人。老头摸了摸胡子，率先走开。我捂着伤处跟了上去。老头带我回到寒水潭，潭中央泡着一个人。只听老头叫了一声，世优，来见你师妹。世优飞身而起，落到了我面前，眸子一瞬不瞬的盯着我。我扶了扶身子，低低的喊了声师兄，却在低头的瞬间看见那抹熟悉的月白。这不是我第一次见世优，上一世偶然遇见他，同他交手，发现他是个不错的对手，法力高强。从魔兽手中救下他后，就埋下了露水情缘。我后来才知道，他竟愿意为了我堕魔。卓二师妹，我从回忆中惊醒，确定他就是那个和七英偷偷见面的人。也许同上一世一样，他和同样修魔的七英有了露水情缘，但师兄都如此优秀，师傅又能差到哪里去？对于这个神秘的老头，我更加好奇了。那天之后，我仍旧泡寒水潭，睡寒玉床，伤好得很快。而老头也不是什么都不教了，他开始打我。没错，我单方面挨打，不能还手，伤了就去寒水潭疗伤，好了就继续挨打。直到这日，青英光明正大的打上门来。天兵来报的时候，老头醉得不省人事，我只能独自去迎敌。仙魔两界有规矩，光明正大来下战书者无罪。老头在仙界深居简出，我也一样，
很少有人知道我，所以当七英来下战书的时候，仙界众人也就在擂台观望着，无人加以阻拦。姐姐，我以为你怕的不敢来了呢，正想着杀你们个片甲不留。七英看看自己的手，懒散的挑衅我，我来了，别对无辜之人下手。七英无所谓的耸耸肩，看他的穿着和周身气息，他已经当上了魔神。我就要当着这么多人的面打败你，让你知道我不是弱，我只是选错了路，就让妹妹送你一程。说着，他一掌拍来，我抬手去挡，仍旧被他狠狠地拍在地上，擂台裂开，状似蛛网。我吐出一大口血来，丹田之处的内力横冲直撞，似乎在激动的鸣叫，想要冲破困住他们的枷锁。七英并不打算放过我，抬起手想要乘胜追击，将我一击毙命时，突如其来的掌风将他拍开，只听一句怒吼，我看谁敢动他。老头拿着空神醉拦在我身前，给了我喘息的机会。哼，我是光明正大下战书才出手的，你们仙界不是最讲究规矩了吗？怎么，你个没用的老头也要插手？七英对老头也有些了解的，他知道老头是最守规矩的。果然，老头摸了摸胡子，摆摆手，本仙不管，只是护短，你单方面打我徒儿就是不行。老头撤出擂台，远远的朝我喊话，竹儿，出手吧。我看着他胜券在握的样子，心里不免镇定了几分，重重的朝他点了头，施法运功，将全身的内力从丹田里引出，游走在身体里。七英，我会让你知道，重来一世，你就会输给我。七英像是听到了莫大的笑话，仰头笑了一番，然后笑了笑。今天不是你死，就是我亡。说话间，他的掌风已经朝着我劈了过来，我没有躲，提起几分内力，学着老头的样子抬手挡回，可是他的掌风仍旧破空袭来，打在我的心口。如果不是我用了几分内力挡，我真的会被这致命一击打得灰飞烟灭。七英哼笑一声，白眼翻上了天。七竹，我还以为你拜师是真学了本事呢。他笑得轻蔑，引得围观众人也齐齐嘲笑。老头无奈的朝我喊话，竹儿，你得随机应变啊。本仙打你自然不会用超过40%的内力，可他不一样。他不一样，对啊，他不一样，她是我的妹妹，但是世界上最想杀死我的人，自然会用他全部的力气。老头只是我的师傅，可他是世上最害怕我受伤的人，自然只会用3-4成的功力。即使我再愚钝，我也明白了，打败敌人须得用全力。七英见我又起身，继续向我打来，我也动用了全力，可他的动作在我眼里竟变得很慢，而他的招数，我似乎都见老头打我的时候用过，清楚了他的路数，我的反击和抵挡瞬间变得有效起来。试探了2招后，我开始进攻。我内力深厚，出招迅速，围观的人还没看清我出招，七英就已经倒地不起了，连七英也没看清楚。他呕出一大口血，抬起头拧着眉看我。七竹，你出了什么阴招？怎变得如此？如此什么？如此厉害？我本就如此厉害，只是师父说了，勿动杀念，勿开杀戒，之前都是我让你的。我居高临下的看着他那张不服气的脸，内力化剑握在手里，直逼他的命门。众人惊呼，他那是内力化剑，不是只有上仙才能做到吗？他一介散仙怎能做到？难道说他内力已到上仙段？这师傅还真教了本事啊！七英默默听着，突然大喊，语气阴森，不可能，七竹，你给我等着！没等众人反应，七英消失了。穷寇莫追，老头教我的道理。我一战成名，仙界都知道我的实力强劲，已成上仙。我多了很多朋友，每天都很晚才能回到老头那里。老头什么都不说，仍旧喝得醉醺醺。师傅，你并不是上仙吧？我抢过他手中的空神醉。师傅看我一眼，没有否认。小孩子不要问那么多。就又将酒抢了回去。我努努嘴，随即又说，连我晋升都如此容易，师傅你啊，一定是个上神般的人物。老头摇摇头，叹了口气，你晋升可不容易，修行注重一个内力，你这几年含辛茹苦的修习内力，从未偷懒，今日的荣誉是你应得的。那你呢，师傅？
你为何隐姓埋名，不愿为仙界而战？最近听到老头不少事，无非就是他自暴自弃，从不愿领兵出战。老头哼笑一声，老头啊，造下的杀孽太多了哦。他摇着头，仰头将手中的空神醉一饮而尽，留给我一个背影，就回了屋。第二日，仙界封我为世逐战神，派我领兵出征，平复魔界暴乱。我找老头告别，却只见到一张字条，师父守护不了的，就由你来替师父守护。我沉默地将纸条收好，带兵去了魔界。魔界的领头竟是七音，他看见我也是一惊，你什么身份，也配合我面对面？我已是仙界世逐战神，对付你绰绰有余。他似乎想到什么，随即怒火中烧，带领着魔兵就冲了上来。可他去了魔界，也并没有好好修炼。他一直都觉得自己是块金子，而金子在哪里都会发光。他内力本就是虚无的，就算他用秘术也打不过我的。这一战不出意外的，他又败了。你是魔神，我必须带你回仙界交差。他倒在地上，艰难起身，恶狠狠地盯着我。想抓我？做梦吧！他眼神飘渺，看向我身后，我一转头，是幽仙君已经闪身到我面前，将我打晕。而我的身后，10万天兵都消失不见。意识消失前，我看到七音红着眼眶，凄厉的叫世幽仙君，而世幽同样抱起他，带他离开了。我想过自己会战败，但从未想过会被自己人偷袭。虽然我让魔神跑了，但我平复了魔界叛乱，功过相抵，神尊便也不罚我了。我第一次尝了老头爱不释手的空神醉。如何？老头抢过我手中的酒，我脑袋有些晕，便觉得他是在说酒，可解千愁，好酒。本仙君可没问你酒如何。不是酒，那就是人了。我笑笑，不可言说。老头哈哈一笑，拍了拍我的肩。歹徒，你从本仙手下出师了。老头晃悠走了，独留我在这月色下惆怅。上一世我孤立无援，没有师父，没有朋友，有的就是鬼域里那些让我生不如死的东西。可是世幽不同，他懂我，敬我，护我，甘愿为我堕魔。为一个陌生人做到此地步，我不知道这是不是人界说的爱。但是今夜过后，有的就是叛徒。第二日，天兵来报，仙界的结界被人破坏了。我去查探，却发现了七音的法术痕迹。我上报后，神尊命我继续追捕，和老头打了声招呼，我一路追到了双生门。双生门大门紧闭，不能进，不能出。我很确信七音就在里边，要说他一人，我定有把握抓住他。可是幽在，我就不能随意行动，打草惊蛇。抚养我们的六师傅独自出现，远远的叫着我的名字，竹儿。我只身一人走出去，冷冷道：把魔神交出来，可保双生门完好。六师傅摇摇头，什么魔神？那是你妹妹，你妹妹就是和你这个当姐姐的开个玩笑而已，你就闹到这个地步。六师傅狠狠地甩了下手，开玩笑。我自嘲的笑笑，几次三番的将我置于死地，这也叫玩笑？我画剑指着他，双生门已经被我包围了，交出七音。双生门可是养你育你的地方，你大逆不道。双生门养我们，无非就是想控制我们，将来一统两界，多少双生子拿剑护指，都是拜双生门所赐。本想着山门大会时再与你们划清界限，看来六师傅等不及了。六师傅眯了眯眼，那六师傅就替师门除了你这个祸害。祸害？上一世七音一事无成返回山门的时候，向我叫嚣，他不愿意接受我是魔神，比他厉害，就撒娇让六师傅杀了我。他也是这样，叫我祸害。我强或不强，都不是六师傅偏爱我的理由。他拿着剑冲了过来，我立马凝神接招。过了2招后，山门突然开了，世幽挟持晕了的七音走了出来。都住手！六师傅立即停下，眯了眯眼。小仙君，你这样做就有些不地道了吧？只要能捉到魔神，便是我以身入局，又怎样？我看着世幽走向我，心中自是大大的疑问，这是在闹哪样？他走到我面前，师妹，快走！我握着剑柄不动，眼里都是防备。你我同出师门，你不信我，你还不信老头吗？是了，我是不信他，可老头我会信。你先带他走，
天兵在外接应。他点点头，带着七音走了。可奇怪的是，六师傅并不担心，定定的站着。师优提醒我跟上，我便收了剑跟了上去。你这是闹哪样？我看着还晕着的七音。师妹，你有所不知，魔神爱慕我许久，为了一举抓到他，师兄便假意救他，趁着双生门松懈之际，将他打晕，带了出来。见我仍旧不信，他又说：都怪我，没能事先和你商量。抓到了就好。我给七音加了一道结界后，就率先转身离去。回到仙界，我复了命，就提着空神罪去找老头。恭喜爱徒，照你这个速度，你马上就能封一个什么仙界第一女战神了。老头早早的迎出来，等在门口。你等在这儿，真的是等我的吗？我把空神罪递给他，噙着笑，看他双眼放光。当然不是，为师就是来迎接这空神罪的。他提着酒率先走了回去。我看着他的背影，心安得很。夜里我听见动静，于是起身查看，远远的就听到老头的声音，于是我躲在一边，看见站在老头对面，师优低着头，两人面色都不好。师傅，你就原谅徒儿这一次吧。你能受那妖女蛊惑一次，就定有第二次，你明白了吗？人非圣贤，孰能无过？更何况徒儿是被迷了心智，小师妹已经信了我的说辞，若是师傅不拆穿，她就不会发现。你既已经做出选择，为什么还在乎你小师妹？师优痛苦的摇摇头。我情不自禁。老头笑了笑，叹了口气。你不了解他，就莫把他的心善当作愚钝。老头不理会师优的挽留，自顾自的回了屋。不知道是不是错觉，老头好像看了我一眼，听这个意思，以身入局是假，另有打算是真。我正欲转身，却被叫住。师妹。师优跑过来。你都听到了？听到什么？不管你听到什么，你且记住，师兄我不会害你的。我耸耸肩，就想转身回房，他又将我拦住。明日去见见你妹妹吧，她吵着想见你。我没应声，但是我仍旧去见了七音。到天牢的时候，他正望着外边唱歌，歌声哀怨，听到我来了才转身。姐姐，你来了。你很开心？他笑着耸耸肩。为什么不开心呢？我以为你落到我手里，定是要吵嚷一番的。他一愣，随即哼笑一声。那是因为我还没有穷途末路，姐姐，从出生起，我就没有这一天的。我拧了拧眉，不理解他的意思，可是很快我就明白了。他朝着我身后喊了一声：仙君得手了。我转身就看到师优手里拿着复活草走了过来，守卫已经在我进来前被支走，所以此刻只有我们三个，而复活草是仙界名贵仙草，可重铸经脉。原来青音想用禁术让他的内力大增，师兄你带他回来就是找复活草的。我不解，你可知这是禁术，不小心是会出人命的。对不起，师妹，你什么都有，可茵茵她就只有我了。我闭了闭眼，第一次腹诽着老头的眼光。那又怎样？你觉得你们俩一起就能逃出仙界？仙界众多高手，就凭他二人，暂时还翻不出花来。可我们有复活草啊。齐音邪魅的笑了，下一秒我眼前一片模糊，晕了过去。我再醒来，就只觉得浑身乏力，手脚生疼，丹田内像一汪死水一般。我慌忙运功，却发现根本没有内力，怎会如此？我这才打量起我处的环境，无比熟悉。这是双生门里我和七音一直住的房间。我在双生门。茵茵，一通两界不是闹着玩的。仙君，我并没有闹着玩，我是魔神，双生门在两界都培养了势力，现在借用七竹这个缺口，就是最好的时机。门外七音和世优在争论，我听出他们是要启动一统两界的计划。双生门一直都有这个计划，可上一世在我死前都没有启动，也许是这一世的变故，导致七音带着双生门走上这条道路。门打开，走进来的两人见到了醒过来的我。你醒了，醒了也好，叫你亲眼看看我如何让带着双生门统一仙魔两界。我冷哼一声，
你以为神尊和各位仙君都是纸老虎吗？光靠内应如何统一得了两界？与你们还想活，倒不如赶快投降。你还是先管管你自己吧，废人一个。我做了精密的部署，双生门人才济济，还怕杀不了神尊和魔尊？七音冷哼一声，我这才敛眸，我如何不重要？我心中的道就是要我守护的人都安好。我知道我现在被挑断了手脚筋，内力全无，已经是废人一个。那你心中的道呢？我问。七音一愣，什么道不道的？我就是证明，无论什么环境，今生前世，我七音都比你七竹厉害。我勾了勾唇，没再说话。茵茵，你倒不如听主儿一句。一直没说话的世幽开口了。七音一凝眉，仙君，你何时变得如此贪生怕死，优柔寡断了？他一甩衣袖，率先离开。世幽看向我，低低的叫了我一声。师妹，我知道，就算你杀了老头，老头也不会怪你，但是我不一样，所以我说话自是不会照顾你的感受。世幽，你不配当我的师兄，当师傅的徒弟。世幽眸光里闪过片刻神伤。竹儿，师傅很担心你。我一惊，你们把师傅怎么了？若你还有心，就别动他。世幽无奈一笑。你不了解老头吗？还没有人能从他手中讨得好处，就是当时离开时用你威胁了老头。我强忍下心中的不安，老头那么聪明，一定会没事的。算你还有点良心。我不再看他。等茵茵成功了，我定会好好治你。世幽叹气，关上门出去了。我看着门口的方向，摇摇头，是该让一切结束了。没了内力后，我晚上须得睡觉，再也不能像以前那样精力充沛。所以老头带着人来的时候，我正睡着，直到老头打开门叫醒我。爱徒，你再不醒，师傅就要找人超度你了。我看着那熟悉的脸，一张悬着的心彻底的放松了下来。师傅，你没事太好了。我揉揉眼睛，他笑笑。傻瓜儿，我能有什么事？快起来吧，看看外面的战况，我们毫无伤亡，这都多亏了你厉害的部署。我笑笑，我早知道世幽不可能真的抓七音，正巧那天老头的话也意有所指，我听了出来，也决定以身入局。既然是以身入局，那就一定会有牺牲。他们化解了我的内力，也都在我的意料之内。我告诉老头，等他们用我的性命要挟时，就是行动的开始。到时候，老头就会提早准备人手，打他们个措手不及。只是没想到，老头这么担心我，这就打上门了。我起身，却发现浑身轻松，丹田里内力丰盈。我一惊，激动的停下。师傅，我内力恢复了。老头哎呦一声。是啊，恢复了，快走吧。我看向他躲闪的眼神，立马搭上他的手腕，丹田如同一汪死水。师傅你，我不解的看向他，他哎了一声，眼神独有的清明。我一身内力也没用，都给你了，算是我这个当师傅的给你师兄赔得罪。师兄一人做事一人当，我不要你的内力，快拿回去。我拽着老头不让他走。老头笑着摇摇头，啊了一声。你知道的，我护短吗？我一怔，彻底忘记了动作。老头一直都是神秘的，到仙界2年多，我能感受到他受人尊崇，连神尊知道我是他的徒弟后都要唏嘘几番。可老头自己对自己不好，除了教我是不会出手的。他顿了顿，反正你答应过师傅，剩下的你替师傅守护。我看着师傅的眼睛无比的清明，他从未像现在这么认真过。门外是残留的战场，不少天兵正在打扫，其中还有不少魔界的兵。了解后，原是神尊和魔尊将双生门一役看得还挺重要的，竟联合起来对付双生门，还将潜伏在2界的卧底找了出来。可不曾想，双生门就是一些老弱病残和半大的娃娃，有些厉害的七音，却也在使用了秘术后受到反噬，最后功亏一篑，世幽则是被抓了回去。这一战，我们胜的毫无疑问。我到天牢的时候，七音和世幽一起关在这里，牢笼比邻。七音躺在地上，奄奄一息，受了不轻的伤。开门！看守的天兵有些犹豫，世竹战神。放心吧，现在他伤不到我。
得到我的回答，天兵这才放心开门。我进去率先给他把脉，脉象虚弱，趋向虚无。怎么，看到我没死，是不是很伤心？七音撑起身体，我笑笑，你是没死，可你活不久了。你放屁，我一定死在你后边。你的身体你自己清楚，我不想与他争吵，平静的回他。他突然崩溃，捂着脸，泪水从指缝中淌出。为什么？为什么会这样？我明明和你互换了人生，可失败的怎么还是我？我叹了口气，你以为成神真的那么容易吗？上一世我忍着伤痛，成功进入魔界，可我本就不如你，谁都打不过。为了成神，我进入了鬼域。鬼域？你怎么敢？他一惊，他也知道鬼域，可他仍旧害怕，就没进去，而是另辟蹊径，选择了一条相对简单的路。可修炼哪有捷径可走？我怎么不敢？你从小就比我优秀，我也从未想要赢过你，是你一直把我当假想敌，你就没有想过我为什么到哪里都能成功吗？你是来炫耀的吗？哼，我冷哼一声，我是让你死个明白，让你清楚为什么两世都输给我。为什么？七音喃喃道，因为修炼没有捷径，我做的就是无止境的修炼。人在任何时候都只能靠自己，而你永远都把希望寄托在别人身上。他猛地抬头看我，我摇摇头，一切都该结束了，你不会有第二次机会，这世上也不会有双生门，魔界已经将你除名，唯一记录你名字的就是阎王爷的生死簿。七音也冷哼一声，别以为这样我就会认输，记住我告诉你，从小双生门的人都喜欢你，我用尽手段才将六师傅的心留在我这里，可那又怎样？我没输，我一定会有机会的，我等着打败你的那一天。我站起身，该说的话我已经说了，可他还是冥顽不灵。若真有下一世，我仍旧会光明正大的打败他。他倒在地上，呼吸渐渐的慢了下来，可即使这样，他嘴里也不停的在念着我的名字，说要打败我。我闭了闭眼睛，毅然转身出去。竹啊！又一道虚弱的声音叫住我，我侧目，是世幽，他被噬魂钉钉在架子上，只有嘴能动了。作甚？他虚弱开口，帮我照顾好师傅。不劳您费心了，我的师傅，我自会守护。你也要好好的，这辈子对不起你的，师兄只能下辈子偿还了。他马上被处以极刑了，还有空说这些儿女情长？下辈子做个好人吧。我迈向光明，回去找老头的时候，师傅正等着我，他带着2瓶空神醉。我怔了怔，立马就反应过来，师傅，你当真想好了？他是要去守着双生门，那里还有许多没长大的双生子。老头点点头，替我守护着我想守护的东西，那师傅自然也替你守护。我沉默半晌，终于笑着开口，那我们约定好了，等我渡劫成为上神回来，就会去看你。老头点点头，带着空神醉离开。夕阳把他的背影拉得很长，很神秘，他到最后都不愿意告诉我他的曾经，我想一定很痛。这样也好，双生门现在无主，那么多无家可归的孩子，我总得管。如今师傅去了，他们也能当和我一样幸福的孩子了。等我飞升回来，一定找出空神醉的方子，亲自送去，这样老头再也不会缺酒喝了。我在门口站到日落，老头的影子早就看不见。我最后看着这个让我脱胎换骨的地方，最后在寒玉床上发觉，现老头给我写的信，上面是他的这么久以来不愿意说的秘密。我看完第一次哭了。老头曾经心里的道磅礴又伟大。我关了世幽行刑，看着气音消散，我也该上路了。飞升上神还有考验等着我，我还要实现我心中的道。